好不起眼，但我觉得很好吃哎。那我来 shot 掉吗？好。我就已经买有樱桃了，你还不吃？好。大胃上来了。你有想象过你会在你家后院看到一只孔雀吗？后院的墙壁上有一只孔雀。我正在思考，看今天晚餐要吃什么。大家早安！今天呢要前往里斯本最有名的蛋挞发源地的那一家店来去试试看看。好，听说因为观光客很多，所以最好就是在刚开门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大清早，大概8点10分左右，我们就要前往那家店，希望可以不用排到队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蛋挞创始店好不好吃吧。来到这次来里斯本的最主要目标，就是要来吃这家里斯本蛋挞创始店，还是1837年至今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大概185年的老店喽。那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餐嘛，我们除了点了它最著名的蛋挞之外呢，然后还有随便乱点了一些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台湾甜甜圈里面会塞很多东西。然后再来就是2个咸食啦，一个是跟昨天有吃到的一样的鳕鱼可乐饼。我们来看看这家店如何，它的尺寸看起来是偏小。好，另外一个呢，他说是一个炸虾的一个咸派，然后再加上2杯咖啡。我有这肉桂粉10分的大。它比昨天那家连锁店，大家很常推的连锁店来比，老店真有老店的厉害，它的甜度，昨天如果算10分好，因为我昨天真的觉得蛮甜的，这个应该是7分，我觉得是台湾人更能接受的甜度。然后它的内馅比较接近就是台湾的人认知的蛋挞口感，除非那个已经太软烂到好像是一层奶油的感觉，但这个是有点奶油搭配卡士达的口感，这个我真的更喜欢呢。下一个我们来试试看鳕鱼可乐饼。它的外表看起来也是一样的那种很特别的质地，很像是有猪油网包在外面过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昨天研究很久，它到底是什么把它包起来？对，然后打开，长这样，它一丝一丝的样子，感觉比昨天更明显一点。相较于昨天，它的咸度也是整个降低，鱼味也没有那么浓厚。如果你怕腥味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口味是更适合的哦，咸度降低，然后腥味也没有那么重，那么明显。这个非常好吃哦，我觉得大家来这家店，如果是早午餐想吃个咸食，这个也可以点点看。是什么？这个打开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我没有跟他讲我要 filling， 我刚刚才发现它是可以选不同的 filling 的。有，哦，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哎，它并不是双胞胎甜甜圈哎，它里面长得比较像是面包，但是是很松的面包，然后还有一层浓的卡士达。是更面包感一点，但是切下去超松软，然后这个卡士达内馅馅料给的很多哎，很满哎。它的外层是面包感的甜甜圈，很松的甜甜圈口感，这个好不起眼，但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而且它的甜度甚至比蛋挞还要更高一点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这家的蛋挞店的甜度真的是非常适中。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吃蛋挞，然后随便乱点1-2个。你看得顺眼的食物试试看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罗尼莫斯修道院，它就在刚刚的那个蛋挞店的隔壁，而且我们到的时候呢，正好是刚开门。所以排队的人潮没有很多，所以真的强调建议大家蛋挞店8点半到9点赶快吃一吃，然后快点来这里。那现在网络上是先买好票，它会验票之后，你就可以在第一批的进来啦。罗尼莫斯修道院呢是在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一个产物。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水手出发前都会来这边做祈祷。所以这个修道院就是在特别有钱的时候盖的。那听说它里面就是雕龙画凤，然后就是一种有钱的象征。我们来看看这到底看起来有多么有钱感。刚
刚刚有提到这边就是在葡萄牙最黄金时期的时候，水手们出海之前会来就是祈祷的修道院。那所以大家就提到说，就是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些雕刻都跟一些航海有关。听说里面可以找到大象啊，或者是一些锚啊，或者是一些船的绳索的一些造型，就在这些复杂的雕刻里面。那我们待会就一起来看，然后如果有找到什么跟航海有关的雕刻的话，我们再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就一起逛逛吧。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大航海时代的一些雕刻艺术嘛，像这个地方都是很明显都是那个船的绳索的造型。然后我们刚刚还有拍到了一些就是那种亚热带地区的动物，像有猴子啊之类的东西。那一种风格呢，看起来十分富丽堂皇，然后又包含一些航海时代的象征，就被称为是艾曼纽式的建筑物。那主要是当时的那个有钱时代的国王的名字，那他特别喜欢这一种就是浮夸，然后海洋风格的建筑物，所以就特别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啦。这个不知道花多少钱呢？如果这个是装潢木工的话，可能这个柱子10万块跑不掉。哇，它这个真的是凹凸有致。哇，还好我们在刚开门10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在排队了。我们出来了，关了个小时之后，人龙是刚刚的5倍之多。再次强调，请8点半去吃蛋挞，然后9点半就在这边等开门，这样的一天就会十分的顺利，不会花费在浪费时间在排队上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贝伦塔，那贝伦塔呢是在1502年的时候建造的，它当时其实是为了纪念就是第一位航海员就是达伽马，就是已经绕了世界1周回来之后呢，他们建造了这个贝伦塔。那在那个时间点啊，因为其实航海1周成功了之后嘛，那代表大家就开始陆续出海啦，所以就海上的霸权是竞争非常激烈。所以在那个时间点，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军事防御措施，它就是伫立在这边已经700多年啦。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这个地方呢，虽然是达伽马绕行1圈之后才建的，但后来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固定的出海点，就是出航点就会从这边，那就会在刚刚早上介绍的修道院那边先做了祈祷之后呢，就在这边出发喽。贝伦区回到里斯本的市中心啦。那今天是礼拜天，所以很多欧洲人不爱上班，大家都不上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原本准备的一些小吃店呢，今天都没有开。那我们就趁机来吃我们的里斯本清单中的其中一项，叫做 Pili Pili Chicken。然后 Pili Pili 其实是一种 sauce， 这种辣酱的名称。那就是葡萄牙在那个殖民时代从国外带回来的异国美食，那就会是烤鸡再加上辣酱的感觉。那我们的烤鸡来之前呢，我们还点了一个鸡汤。这个鸡汤看起来里面还有一点白饭呢，很像妈妈在家炖的鸡汤。我觉得喝起来有种大补的感觉，非常补的感觉，味道也不会太咸，就是恰到好处，感觉就只有放一点盐巴的调味，就是非常原味的鸡汤，挺不错的这一道菜。第二个上来是起司煎蛋，台湾现在就是缺蛋，我现在是蛋的富翁。我们现在是蛋的富翁。你要想一下，我会不会上片的时候，台湾已经不缺蛋？应该是哦。它这个很像那种台湾那种快炒店炸蛋的感觉，快炒店用大火大油，然后蛋整个蓬松的那种感觉，并不是说 omelet 那一种，就是小火嫩嫩的。我觉得这家的调味料下的不错，它不会很咸，它就是用起司的咸味带过，整体非常的滑顺，然后外面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那种快炒店的那种大油大火，然后炸出来的那种蓬松的蛋感，很好吃哎！烤鸡终于来了，然后我们还搭配了一个饭，然后饭它上面是写是 Brasileño rice， 就是巴西人饭。那我现在看起来，先给大家看一眼，感觉是有点像辣色崩的感觉，它很肉哎，对，非常肉哎，很像肉燥饭哎，先吃一口看看，有点咸。你为什么脸看起来不是很好？太咸了，
但是它口感很特别，它的肉不像肉燥有一种颗粒感，它比较像是肉泥哎，很像猪肝、鸡肝、鸡肝啦，把鸡肝打碎，然后跟饭混在一起的感觉。我一开始想说，欧巴色本会有那种肉的那种一丝一丝感觉，完全没有，它就是泥状。我觉得不难吃，但是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它有点口味有点太咸。我们放一点点这个，我的 Pili Pili Chicken， 看到辣不辣 ？Oh my god！ 一入口是有一种醋味、醋酸感，有点带了一点酸味，所以觉得有解腻的感觉。但是后面那个辣劲真的上来了，原来欧洲人也是可以吃辣的，它真的蛮辣的哦。我觉得有那种麻辣锅中辣等级哦。烤鸡看起来非常的 juicy， 先试一下原味，最后我们再淋上我们的鸡肉。炭椒味是蛮香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现烤的，因为它有点凉掉了。它吃起来我觉得有点，它应该就是因为这是它招牌的菜，所以就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在厨房。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是你在大卖场买到那种热度，没有到非常的烫，但是它的香味是蛮香的。加一点 Pili Pili sauce， 增加了一个层次感。原本吃起来就是偏更扎实、更好、更有嚼劲的 Costco 烤鸡，然后现在就真的有一种 upgrade 的感觉。我觉得挺不错，这个 sauce 真的出乎我意料的辣，有一点带酸味，吃起来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去冲绳面里面会加一罐很辣的辣椒，对，油泡的辣椒，然后它会有一股有点酸味，有一点酒味，这个没有酒味，但它是有一点酸的感觉在里面，我觉得蛮开胃的哦。推荐大家，如果礼拜天不知道吃什么的话，烤鸡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我不要吃这给你吃，为什么不要吃？因为一定很辣。你要吃一口啊！辣味上来了，不能淋太多。好吃。我们昨天在蛋挞店的时候有喝了一杯 Ginginia， 然后跟大家讲那叫是樱桃酒，但是昨天喝那个印象实在是不是太好，有点失败。樱桃药酒。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专卖店，来看看专卖店有没有比较特别吧。Two churns, yeah, with. How much? €3. €3. Thank you, obrigado. 它装的超满的啦，怪不得你看我一直在滴，一直在滴，一直在滴。那我来 shot 掉吗？好，你要一个 shot。我要鼓起勇气。可以接受。昨天的是比较像是 digestive alcohol 那种，就是消化酒的味道很重。这个比较天然，而且它樱桃好特别哦，拿给大家看。那种感觉像是野生樱桃，就像蓝莓这么大而已。超爆酸，酒味很浓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有2个人想要分的话，你可以买一杯有樱桃，一杯没樱桃的。因为一杯里面他给我2颗，这个东西我没办法。我原本来之前打算，如果喝看觉得不错，可以带一罐回去给爸爸，就是那种养生健康酒。现在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，不要浪费我的行李空间。但是如果你有来的话，这一杯1.5欧，也可以尝试看看，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哦。我喝喽。好。我觉得比昨天的好啊。没有像昨天的酒精味那么重，比昨天的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行。你吃掉那个樱桃，我又不要吃这个啊！我就已经买有樱桃了，你还不吃？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里斯本
百年咖啡店的第2间。那第1间呢是今天早上去贝伦区吃的贝伦蛋挞店，然后第2间就是这个Cafeteria Nacional，就是对。咖啡店，它上面写180年的历史，而且我查了资料啊，上面说它是全里斯本签有第1条电线的店家，所以它里面好像听说还有1盏灯保留，就告诉你说这是全里斯本第1盏电气灯。那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吧。这是我们到里斯本来吃到的第3家蛋挞店啦。那我们就要收集更多蛋挞店，来看看到底哪一家才是冠军。那这家百年蛋挞店呢，我们就点了咖啡，还有它写的是 homemade lemonade， 然后还有1颗蛋挞，以及我们在想说有什么看起来比较不甜的东西，什么都看不懂，那就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应该是不甜的才对，应该比较不甜。但我刚才问他了，他说是一个水果的甜点，所以我们到时候来试试看。那当然要先从蛋挞下手，一个看起来底部也算是烤的有酥脆的感觉，而且你看它这个层次好像是这几天看到最明显的哦。对，它看起来最有一层一层的感觉，一层一层的层次。它没有给我肉桂粉，不过我们就先直接吃吃看吧。很神奇，有一股淡淡的柑橘类的味道，甜度的话，我觉得是介于这3家的中间值。是比今天早上吃的贝伦蛋挞店还要再偏甜一点，不过因为它不是现烤的，所以它的热度不是热的。我们前2家吃到都是比较热的蛋挞，它就是有点已经凉掉了，但是它还是非常的酥脆。我觉得是可以给过的分数啊，算是还不错。然后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做一做，反正可以推荐大家，如果早上要来的话，也可以早餐来一个这个试试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吧，长得像一个月亮形状。哦，已经断掉了，有点像香蕉哎，应该是有肉桂的味道。然后还有果干的感觉，它里面塞满了很像蜜饯的东西，饼皮把它裹着。这个不是我的菜，但是蛮特别的，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尝试。景点呢就叫做 Castle 嘛，它虽然是一个城堡，它名为城堡，但实际上呢，它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就是王公贵族住的城堡，它算是在里斯本的制高点。大家可以看下去，我们前2天的景点都是在下面这一块进行的啊。那因为这属于一个制高点嘛，所以各个时代来到里斯本这块土地的人呢，都会在这边建一个堡垒，这样比较像是防御的功能、防御机制。所以从罗马人来更早之前的一些海上贸易，不管是什么腓尼基人啊，什么都在这边建了堡垒。啊，在后期呢，其实西班牙跟葡萄牙都曾经被所谓的摩尔人，也就是阿拉伯世界的人来，那他们也曾在这个地方建了堡垒，一直直到就是天主教徒把他们赶走之后呢，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葡萄牙王国的一个堡垒啦。那我们就走走看看。那它也是在那个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有震毁，所以现在剩下的也都是一些断垣残壁。那我们但是重点是它就是一个制高点 ，view 非常好的地方，所以来里斯本的大家呢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景点喽！哇，原来在这里面有孔雀，而且是没有关起来的耶，它就在花园走来走去。我刚刚还误会它是乌鸦叫那么大声。你说哪一国乌鸦可以叫那么大？原来是孔雀，那个也是孔雀吗？走出来的，是在路上走的。也是孔雀，好大只哦！它的脚比鸡脚还要小一点。你会想要吃孔雀脚的意思吗？看起来很像那个土鸡脚。你知道孔雀的我有吃过什么东西吗？什么？孔雀饼干。哦。孔雀，孔雀！你有想象过你会在你家后院看到一只孔雀吗？后院的墙壁上有一只孔雀，它正在思考，它今天晚餐要吃什么。
要不要吃孔雀饼干？它在走，它在走了，好可爱哦！所以叫声不代表它要开屏，它只是想叫。它只是想叫而已。开一个屏让我的影片比较好看吧。